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酷的话题。想象一下，一位是活在100年前的华尔街传奇，另一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社群媒体高手。这两个人，他们的方法看起来完全不同，但凑在一起，竟然能给我们一个在今天市场上超级管用的投资心法。好，我们就来一起解开这个谜题，看看怎么打造出这个全新的框架。好，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想一个问题，一个可能你都问过自己的问题。现在的市场，你知道的，到处都是抽快的电脑、顶尖的分析师，整个华尔街好像都比我们快一步。那我们这些普通人，到底要怎么跟他们玩？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好，跨越世纪的两位大师，这就是答案的所在。而且说真的，这个答案还蛮让人意外的。它就藏在这两位大师的智慧交汇点。一位是现代的社群高手，他能看懂网络上的风向；另一位呢，可就厉害了，他在100年前就已经懂得怎么去听市场心跳的声音。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你看，这两位可以说是一对超妙的组合。左边这位是克里斯·卡米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玩的是社交套利。右边这位是理查德·威克福，他是经典中的经典，是技术分析的祖师爷级人物。你可能会觉得社交套利，这听起来有点悬，真的有用吗？我们直接看数字。卡米诺他基本上就是把华尔街那套教科书丢到一边，结果呢，他做出了经过审计，平均年化报酬率高达77% 的成绩。你没听错，是77%。这个数字，我想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外部观察对象内部数据，这两个人他们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他们看世界的角度，或者说他们寻找宝藏的地图，根本就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宇宙。一个是向外看，在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找线索；另一个呢是向内看，往市场数据的最深处去挖秘密。我们先来看卡米诺的这招社交套利，这是什么意思？其实他的想法超直觉的。他发现，当你从财经新闻上看到某个趋势的时候，不好意思，那个赚大钱的机会早就跑掉了。真正的黄金时机永远都发生在华尔街那些分析师注意到它之前。再来看看维克，好，这就更有趣了。在100年前，他就想出了一个超有想象力的概念，叫做综合人。你可以把整个市场想象成一个超级大户，一个幕后玩家。而我们投资人要做的，就是当个侦探，透过价格和成交量这些线索，去猜出这个大玩家他下一步到底想干嘛。所以你看，这张比较图就把他们的差别讲得非常清楚了。威科夫他看的是市场的内部数据，就是图表上的价格、成交量，他相信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那卡米诺呢？他看的是外部数据，是 TikTok 上的留言，是超市里什么东西被抢光了。他相信，当秘密出现在图表上的时候，就已经太晚了。好，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这两个人根本是南辕北辙嘛，一个看外面，一个看里面。但接下来这部分就是最令人惊讶的地方了。你会发现，他们走的路虽然完全不同，但他们想去的目的地，他们的底层逻辑竟然是完全一样的哦。你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第一，他们都不看传统的财报，为什么？因为那都是过去式了，太慢。第二，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追踪聪明钱。他们都想知道那些真正懂市场的人，钱都往哪里流。所以，他们都明白时机点才是一切，而且他们都在利用一般人不知道的资讯差来获利。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就是整个概念的精华了。最佳的甜蜜点就是真实世界的趋势与机构资金流向产生共振的那一刻。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当你在街上、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个哇，这个要红了的感觉，跟你在股票图表上看到的有大钱进来了的讯号，这两个东西对上的那一瞬间，那就是胜率最高的进场点。好，说了这么多，理论讲完了，现在就来到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怎么把这两位大师的智慧变成一个我们自己也能用的一个强大的投资框架。
这是一个结合了发现跟验证的实践方法。我们把它叫做发现验证法。你看，就这2个步骤，超级简单。第一步，发现，用卡米诺的方法，用你的双眼在日常生活中去 spotting， 去发现那些正在萌芽的趋势。第二步，验证，用威克夫的工具去图表上确认你发现的这个趋势是不是有聪明钱也跟着进来了。所以步骤1就是用卡米诺的眼睛去看世界。从今天开始，你要当个生活侦探，去注意超市里什么东西一直缺货，你的小孩、你的朋友最近都在封什么 App， 然后问自己一个关键问题：这东西背后的公司有没有上市啊？但是光有发现还不够，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光凭感觉就冲进去，所以步骤2就是用威科夫的工具来验证。打开他的股票图表看一下，这只股票现在是在低档有人默默的在买进，还是在新闻爆出来之后在高档爆出超大的成交量？前者是机会，后者很可能就是陷阱。好，讲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整套方法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你身为一个投资人，其实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你的优势是什么？是你每天在过的生活。你就是消费者，你就站在文化潮流的最前线。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常常都比那些坐在金融大楼里的基金经理人还要早。这不是你的弱点，恰恰相反，这就是你的 alpha， 是你打败市场的秘密武器。所以，从今天开始，试着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你周遭的世界吧。最后，也留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你今天在你的生活里有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是华尔街可能要到明天甚至下个礼拜才会发现的宝藏呢？